我想请问原告陈冉，你和陈科是什么关系？陈科是我同父异母的弟弟。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陈科的存在？大概几个月前。仅仅几个月，这和陌生人有什么区别？你就可以带他来参加葬礼，并在我委托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邀请他到家里来吃饭，并照顾你的女儿简小晨。你是否觉得这些，你完全没有必要和我的委托人商量？对方律师刚才用"陌生人"这3个字，来形容我和我弟弟之间的关系，我表示反对。我和我的弟弟是有血缘关系的，我们一起面对我们家庭的重大变故。在我爸爸去世以后，我邀请我的弟弟来参加爸爸的追悼会，我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。如果被告认为这件事情我做的不对，有异议的话，那我也只能说，这是被告对亲情的漠视。那我想请问，你是一个对家庭忠诚的人吗？是。我换一个更简单直接的问法，你有没有做过背叛家人的行为，比如和其他男人约会？没有。可是根据你女儿和我委托人谈话内容得知，你曾经在深夜和一个叫田茂的男子来往甚密，甚至影响了你女儿的心情。以上所说是否属实？田茂是我爸爸案子的辩护律师，也是我爸爸的徒弟，我的师哥。关于爸爸的案子，我经常会有一些情况要跟他去了解。可是你们为什么会选择在家里进行案子的交流，而且是在被告出差期间？平时爸爸的案子如果有什么新的进展，我们都会随时交流的。那天正好是在家里，我也没有想那么多，而且我们确实没有任何不当的行为。你刚才说他是你的师哥，也就是说你们早就认识？对，这个有什么问题吗？如你所说，你们是因为案子见面，可是根据你女儿说，你们曾经在门前有过亲密的告别。我想请问，委托人家属和代理律师之间见面，需要有这种肢体上的亲密接触吗？清者自清。我的询问结束，谢谢。审判长，我想指出，原告陈冉所说的对家庭的重视，只是他的个人阐述。我们有必要怀疑，原告陈冉和这位辩护律师之间有超出正常关系的举动。审判长，刚才对方律师说我对家庭有不忠诚的行为，仅仅是靠与被告的交流和口供。作为证据，必须要有完整的证据链，比如完整的视频或者是照片。如果有，请对方一并交出；如果没有，就请收回这些无稽的指控，否则会有诽谤、妨害他人名誉的嫌疑。审判长，我这里有一份资料要提交给审判长，请审判长看一下这个视频。播放视频。
简小晨，在法庭上，你要如实作答。请被告律师提问。简小晨，我想问你几个简单的问题。你在家里的时候，你妈妈陪你的时间有多久？她不忙的时候，会送我去上学，接我下课，去辅导班。请你回答的再详细一点，比如，你妈妈在家跟你有没有交流？有时候有。就是说偶尔有。反对，对方律师这是在混淆概念。可以继续。你们平时节假日是怎么过的？有时候妈妈要加班，我就去奶奶家和姥姥家。有时候妈妈会带我去商场、游乐场。在你爸爸简佩然去东北之前，是不是他在家里跟你的陪伴和交流会多一些？是。在你爸爸去东北之后，你的妈妈是不是还是很忙？她是很忙，但是妈妈也问过我，她想要为了我换一份工作。我也想要妈妈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我也为她的工作骄傲。简小晨，我想问你，在你爸爸去东北之间，你有没有给爸爸打电话倾诉过对妈妈的不满？应该有。妈妈不让我打游戏。除了玩游戏呢，你有没有提到过一个叫田茂的人？请回答我的问题。反对，请对方律师不要问与本案无关的问题。这涉及到简小晨的心理状况，我请求提问继续。被告律师可以继续。这位叫田茂的人和你妈妈的亲密关系一度刺伤过你，所以你才会打电话给爸爸倾诉。反对，被告律师这样问孩子，对孩子是一种误导，也是一种伤害。对方律师，请你注意措辞。好的。是否跟爸爸提到或者吐槽过田茂？是有，是因为每次妈妈和他见了面都会不开心。我知道他们在聊我外公的事。你知不知道，如果你和妈妈一起生活，你外公的案底会影响你今后的工作选择？反对，请对方律师不要问在与本案无关的问题了。简小晨可以不用回答。我可以说两句吗？你请说。我不希望爸爸妈妈分开，在我心里，他们都很爱我，也都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妈妈。但我知道，他们两个出了一点点问题，如果分开，他们可以快乐一点，也可以。不管怎么样，我爱你们。就这些。原告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洋洋，妈，妈妈想问问你，平时妈妈有哪些做的不好的地方？有哪些缺点？很多很多。好，那你跟妈妈说说。我不喜欢妈妈不让我看电视，不喜欢妈妈不让我打游戏，我也不喜欢妈妈老拍我背，让我别驼背。我不喜欢妈妈为了我想换工作，我也不喜欢妈妈做的鱼不好吃。但我就喜欢每天早上起来，我喊句妈，
他回一句哎。原告，你还有什么要阐述的？这是我第一次站在这里，为自己争取权利。在这个案子里，我最想维护的人是我的女儿，所以我希望能够了解，我作为一个妈妈是否合格，是否可以承担我女儿接下来的生活和教育。我跟简佩仁先生结婚15年了，我相信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日子更多的是快乐和幸福的。我们也都曾彼此那么努力的去营造过这个家，但是之后有一些触碰底线的事情发生了，所以导致我们两个人不得不站在这里并容相见。这是我们婚姻的失败，但是婚姻的失败不应该影响到孩子的未来。洋洋今年13岁了，从她出生到现在，我一直都在努力学习怎样成为一个好妈妈。我知道我自己有很多不足的地方，但是未来我会更加努力，去为我的孩子创造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。洋洋，妈妈特别感谢你来到我的生命当中，因为有了你，我才知道每天那么拼命工作、拼命努力是为了什么。因为有你，妈妈才知道每天身上充满了爱的力量是什么滋味。谢谢。我想这也是全天下的母亲都能感受得到的吧。所以，不管今天审判结果是什么，也不管孩子最后选择的是谁，我想我跟简佩然先生对洋洋的爱是永远也不会变的，永远也不会减少。陈述完毕。简小晨，法官想问你，如果爸爸妈妈分开，你有没有想过要和谁一起生活？全体起立。鉴于原告被告感情出现隔阂，我愿以尽到调解义务，准予离婚，判定双方平分夫妻共同财产。在原被告生活期间，双方共同抚养女儿，因此本院认为，原告对女儿的生活习惯、学习状况较为了解，且原告目前有稳定的收入，具有一定的抚养能力。考虑到简小晨系女孩，目前正处于青春发育期，有母亲陪伴、照料和教育，比父亲更为有利。鉴于简小晨已年满13周岁，本院还征求了其本人的意愿。简小晨表示愿意随母亲共同生活。据此，本院判决简小晨由原告抚养，被告简佩然每月给付女儿抚育费5000元，至简小晨18岁止。现在闭听。不减刑，不知道，但是连串
能够提前统一赔偿给我们，我觉得没什么问题。不像有些人呐，一死了之。李先生，很明显，联创这是在把罗润年的罪行往已故的人身上推呀、您难道看不出来吗？我看出来。来，小伙，你过来，你看看我一车厢的货，我每天要跑几十趟，才能勉强的持平我的债务。你觉得我需要看出来吗？给我，起开，给我，我还忙着送货呢。李先生，这些货我给您包了，绝对不会给你造成损失，就给我们半个小时时间，行吗？半个小时。李先生，关于联创的事情，我还是希望您能再考虑考虑，能不能跟其他的受害人联系一下？凭什么？你们和陈太有什么区别？我凭什么委托给你们？再说了，陈太能保证退给我们钱，你们能保证什么呢？是，就算是不签署谅解书，他们从法律层面上讲，也要给予你们赔偿。但是如果你们提前接受了，那就等于帮助罗润年提前花钱为自己减了刑，对吗？这种行为本身就助长了这些犯罪分子的野心，以后可能会有更多类似的情况发生。其实吧，刚开始我跟你们理解是一样的，但是那个孙才禄还有弘丽，他们是这件事的最大受害方。你说他们要是签字了，那我也没什么办法呀。再说，我也左右不了其他人的想法呀。李先生，您愿意做所有受害人的领头人，还有维权组织者，说明您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人，有组织能力，大家伙都非常信任和尊重您，对吗？打住，别给我戴高帽啊！没有，我真的没有给您戴高帽，我是实事求是。因为我们也走访了其他的一些受害人，他们都希望能听听您的意见。我相信您也是个明白人，在这件事情上，应该有自己的选择。我当然知道，不放弃追溯罗润年，当然是对的。这孙子坑了我们多少人呐！可是这时间一长啊，大家的情绪就没那么急切了，自然也就没信心了嘛。李先生，要不您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，好吗？您听听我们的计划，如果您觉得有道理，我们再一起努力一下，好吗？货我都给你搬完了，全部搬完了啊，全搬完了。哎呦，我还有帮这货是卸到下一家的。哎，坐。你们继续聊接下来的计划。那半车货，我再给你搬回车上。哎，你说你这孩子，您让他搬吧。吃饭吧。都有点凉了哈。没事。哎，你说说吧。您先吃饭。时间不多了，如果再这样下去，只能黄主任亲自出马了。刘芳，你们组联创的案子怎么样了？我已经瘦了2斤了。我说呢，
自从拿了连创这个案子，我就没见过你们组的人在明堂待得超过2小时。真的，哎，你说外人是不是觉得我们律师特光鲜亮丽啊？尤其是这些女士们，每天坐在写字楼里吹着空调，个个都是律政俏佳人。但她们是真不知道，我在取证走访的时候是真的累成狗，一点都不夸张。我的微信步数每天2万起。我爸有一天给我打电话说：“芳芳啊，你是在备战马拉松吗？”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但是你们这个案子它也不赚钱呀。2位姐姐呀，咋了？你知道人的正义感上来的时候，他会不计结果的去争取的。不过我参与其中呢，其实也是有收获的。我觉得自己有一种莫名的使命感，我很想帮助他们，感觉自己就是正义的化身。你这使命感都出来了。不过你们费了这么大的劲，有成效吗？结果怎么样？当然了，不然真在这溜腿呢。现在有很多的受害者同意让我们做代理起诉罗润年，这不很好吗？势在必得了呗。不能飘啊！其实现在呢，就是占了孙坚家的一半，毕竟孙坚的事儿导致罗润年和联创那么快垮掉，所以不管是从舆论压力，还是从这个事件的严重性，孙坚的父母，也就是孙才禄跟弘历，必须要站在我们这边才行。照你这么说，这个案子的胜算率只有50%。还有宋修呢？宋修道哥用他那3寸不烂之舌说服了弘历。作为朋友，我是真的很为他高兴。但是你说现在这个状况，我真的是气得牙痒。我懂。哎，算了。哎，这样的话，看在你们组那么辛苦的份上，还有多少人要奔走香港？我帮你分担几个。可以啊，老莫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仗义啊？快，你看啊。这个没按手印的，就是我们要去的，留这个找你证。您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？你好，请问许律师在哪？请问您是？啊，我是李东凯。啊，这边请，我带您过去。人呢，我已经尽我所能都带来了，但是有些人已经通过成泰律所和联创集团达成了和解。其实啊，我到现在都没整明白到底什么回事儿，所以今天大家伙呢都约过来说了解个情况。之前成泰就找过我，他承诺说只要我签署那个谅解书，就会给我一大笔钱。啊，这件事情，各位都是受害者，对不对？不管是我们明堂律所，还是成泰律所，不管是哪个律所来替你们打这场官司，如果最后赢了，大家伙也都能拿到这笔赔偿金。但是我认为还有更重要的，那就是联创可以得到应有的惩罚。谁受不受惩罚，我们不在乎。是啊，我们关心的是能拿回自己的钱，对吧？我们要拿到钱的呀。你们说吧，你们开个什么条件给我？各位，如果说这次联创能够通过让你们签订谅解书来达到他们的目的的话，那他们付出的代价就太小了。那以后就会出现更多像联创这样没有良心的企业。各位应该也不希望让更多的人陷入在同样的漩涡里吧？是。现在看起来好像各位跟联创之间达成和解，可能是你们认为最好的选择，对不对？但是各位有没有想过，他们是答应给你们赔偿了，但是最终是否能落实呢？那听你这么说，你的意思，只要我们跟你合作，你就能给到我们钱了？对啊，这个我没有办法保证，但是我相信只要大家伙齐心协力，总会有希望的。要钱？对呀，我们是要拿钱的。太多了，现在就拿钱。对呀。各位，我说两句。刚刚2位律师也说了关于联创赔偿的事儿，我想问一下弘烈，只有你们家拿到了现金是吧？那其他的人呢？其他人呢？这不是纸上谈兵吗？到最后能不能像他们所说还不一定呢。
我们家投入那么多，一分钱都没拿回来。诸位，我先表个态，是，他们确实找过我，也承诺过会给我一大笔赔偿金，但是我并没有接受。我只想让联创集团付出相应的法律代价。我不管别人怎么看，不管输赢，这场官司，我打，我一定打。对，是要打。洪女士，非常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。不用这么说，我也是为了我自己。我们都以为您已经和程泰签署合约了呢。这都是宋律师的主意，但让我现在找你们，就是想让程泰先把证据提交完，放松戒备，这样你们就可以利用公诉开庭前这段时间充分准备，掌握主动权。其实我也不是很明白，但是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。李东凯也找过我了，也跟我说了，你们为我们付出了这么多，打动了我，也打动了我们家老孙。洪女士，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就可以在这份委托书上签字了。之后的事情交给我们处理就好了。上次的事情，实在是抱歉。啊，您别这么说，如果您不动手的话，我心里会更难受。几位律师，你们一定要答应我，这场官司我们一定要赢啊！我们都相信，正义不会缺席。谢谢。